大家吃完饭后都喜欢做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饭后的一些习惯呀，可能会影响到寿命，快看看你有没有吧。饭后马上睡觉，很多人喜欢饭后睡一觉。如果呢饭后马上睡觉，这时食物还没有消化和吸收，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还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饭后马上剧烈运动，虽然运动是一件好事，但饭后剧烈运动会刺激肠胃，引起胃下垂，时间长了也会损害健康。饭后马上吸烟，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，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饭后吸烟会让香烟中有害物质快速的被吸收，给呼吸道、消化道造成刺激，给身体带来伤害。饭后马上喝浓茶，饭后是不适合喝大量浓茶的，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单宁酸，会影响蛋白质和铁元素的吸收，也不利于身体健康。不过大家呢可以在饭后1小时喝点大麦茶，可以帮助解油腻、助消化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很容易引发糖尿病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控制好血糖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做好血糖的监测工作。那有的人会有疑问，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哪个更能反映身体血糖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来说空腹血糖，当人处于空腹状态时，这时的血糖其实是属于基础血糖，通常监测血糖时，很多人也会选择空腹时进行。而吃完饭后，人体会摄入一定的食物，食物中含有的热量和营养物质会被身体吸收，这时餐后的血糖会有短暂的升高，所以餐后血糖也会比空腹血糖高一些。不过这是正常的。那总的来说呢，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血糖，对血糖高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监测血糖时是需要全天进行的，这样才能更加精准、全面地知道血糖的变化。只要将体内血糖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，这样才算控制好血糖。比较干燥，很多人有手脚干裂、脱皮的情况，尤其是脚后跟，严重的还会出血。那脚后跟干裂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：缺乏维生素。我们身体是需要足够的维生素供给的，如果缺乏了，身体就可能会出现问题。而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是保持皮肤弹性的3种维生素，如果身体缺乏了，皮肤失去弹性，就可能会出现脚后跟干裂的情况。血液循环不畅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都喜欢待在室内，这样长时间缺乏运动，容易使血液循环变慢。而我们的双脚又属于神经末梢，这样会影响到脚部的供血和代谢，从而使人出现脚跟干裂的情况。肾气不足。脚后跟这个地方和肾有很大关系，如果经常出现干裂，有时还会发痒的情况，可能就是提醒你肾气不足了。大家要注意。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肝脏受损了，身体会有1处臭2处红。肝脏健康是很多人都关注的，但是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没有痛觉神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通过身上的一些变化来了解肝脏的健康。肝脏受损时，身体呢会有1处臭2处红，别忽视了。口臭。口臭是一件令人很尴尬的事情，口臭的原因也很多，比如口腔疾病、肠胃问题、牙结石等。但如果刷牙还不能够去除口臭问题，除了考虑是肠胃问题，还要小心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眼睛发红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熬夜或者是晚上没睡好觉的时候，眼睛会出现红血丝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当生气发怒、肝火旺盛时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，所以当肝脏不好时，就会从眼睛表现出来。那眼睛发红就是肝脏不好的一种表现。手掌发红。平时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手掌大小余迹处，如果出现发红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了。这可能是干长，也表明肝脏功能受损了，需要及时调理。那上面这3个变化，如果你一个都没有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，偷着乐吧。若是出现一个，最好及时检查。早饭少都喜欢吃水果，水果是非常有营养的，但水果也不能乱吃。对于肠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3种水果就尽量少碰吧，再有营养也不行。
肠胃不好不要吃桃子，桃子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如果肠胃健康的话，那么对开胃是有一定作用的。但肠胃不好的人就建议不要吃了，因为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，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肠胃不好不要吃柿子，柿子的味道酸酸甜甜，是很多人喜欢吃的。但柿子属于酸性，肠胃不好的人如果吃了，容易刺激肠胃，加重胃酸分泌，引起肠胃不适，所以胃不舒服的人也不要吃。肠胃不好不要吃猕猴桃，猕猴桃属于寒性水果，也容易加重胃酸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所以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猕猴桃也要少吃，尽量一口都别碰。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普遍了，很多人伏案工作以及低头玩手机，都容易出现肩颈酸痛的情况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头晕手麻、视力模糊等问题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呀，随时随地都能做，站着或者是坐着都可以。首先将我们左手手臂绕过头顶，左手压住右侧头部，然后慢慢的将头部向左侧压，要感觉到脖子有紧绷感，右手则放在背后，这样坚持5秒，再换相反方向。这样左右交替做3到5分钟，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放松颈部肌肉，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缓解脖子僵硬、颈椎疼痛以及颈椎不好引起的头晕头痛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那经常久坐不动、低头玩手机的人，没事的时候呀，就可以做一做，做完或许能够让颈肩更轻松哦。当人到了50岁后，血管会开始老化变硬，如果不好好保养，那么血管就可能出现堵塞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那该怎么保养血管呢？吃饭时要记住2多2少。第一个，多吃降脂食物。50岁以后，如果不想血管堵塞，吃饭时可以多吃一些有降脂功效的食物，比如白菜、芹菜、胡萝卜等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第二个，多吃含雌激素食物。多吃这类食物可以帮助降低坏胆固醇，也有很好的养护血管的作用。那含雌激素的食物有豆制品、小麦、洋葱等。第三个，少吃盐。人到中年以后要减少食盐的摄入量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给血管壁增加压力，时间长了对血管健康不利。第四个，少吃高糖食物。生活中也有很多食物属于高糖食物，如果摄入过多，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也不利于血管的健康。那人到中年以后，记住上面2多2少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和硬化，让血管保持年轻。肉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营养丰富。但是呢，要提醒大家，猪身上有2块肉最好别买，可能呢含有大量的细菌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猪肺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肺部呢是用来呼吸的，而猪肺也是。肺部有过滤的作用，会把呼吸时的脏东西呢都堆积在肺里。如果猪的生长环境不好，那么猪肺中就可能含有很多的细菌、病毒。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。猪大肠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猪大肠。那猪大肠呢，虽然好吃，但是建议大家最好别吃，因为猪吃的东西比较复杂，如果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，猪大肠中就可能产生病菌，即使是反复的清洗，也很难洗干净，所以大家最好也不要吃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早上呢，应该是精神饱满、充满活力的，但有些人会出现浑身不舒服的情况，其实这就反映出身体的问题。早上起床后若没有下面这3种症状，说明你的身体还很好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第一，皮肤水肿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发现皮肤出现水肿，在排除是晚上睡觉前水喝多了，或者是平时盐吃多了引起的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第二，头晕、眼冒金星。早上起床后本应该是头脑清醒、精力充沛的，但如果出现头晕、眼冒金星的情况，就要注意一下血压了，很可能是血压出现了波动。第三，浑身无力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觉得浑身无力、没有精神，即使待了一会儿也没有缓解，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压、血糖出现了问题。那上面这3个症状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最好呢去检查一下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